刚才枪一响，我还以为有伤亡呢，一个都不少。啊！快啊！好点！报段，谁脱了？天气啊！青岛的家伙太狠了吧，把我脚趾头打掉3个。青头，你输了。你不是中国军人的对手。你别得意，我是输了，可是你别忘了我有后台，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身后是什么人，我知道。他们貌似强大，但是我要告诉他们，胆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，将坚决消灭之。至于青桃你这毒贩，贩卖毒品、杀害边民，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共同敌人，必须依照法律严惩不贷。带走。啊，走。大队长，你刚才说的太好了，对清朝的那些后台们很有威慑力。我们中国军队完全有胆量、有能力消灭一切来犯之敌。教导员，你说的比我说的还好。小杨，联系别副参谋长。别副参谋长，我是龙潭。我现在向你报告，在10时25分，我侦察大队已经顺利完成 ZS 行动方案，捕获大毒枭青桃以及他的参谋长，缴获3支 M 式冲锋枪、40发子弹、手雷。我方278名参战人员在2个月对武装贩毒集团的斗争中，只付出了1只眼睛、5个脚趾的轻微代价。后方指挥部，军长和副政委要跟你们讲话。龙腾，我一向是先批评后表扬，你的作战损失打了埋伏啊，没把代价全部算上，还少了2只脚和2根肋骨吧？我和副政委在作战时全程监听，你们完全是按照预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，打得非常漂亮。龙潭啊，军委和军区的首长发来了贺电。祝贺你们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啊！希望你们在这一次消灭武装贩毒集团的战斗中，一定要再接再厉，摸索出我们特种兵实兵作战的经验。龙潭，军委来电祝贺，这是我们集团军抗美援朝以来的第2次啊！小鬼子头干得不错。好，好。龙大队长。我想跟你说2句实话。我以前的确对你不服气，军人嘛，总不会轻易服输的，对吧？还跟你闹了一些别扭。这次抓青桃，你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中国军人的智慧和勇敢。你给中国军人的称号带来了莫大的光荣，我打心底里敬重你。我代表全职所有的参战人员，祝贺你们，感谢你们。谢谢首长。敬礼。
大徐，哎，教导员，一个人在那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呀？没想什么。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什么心事。不会吧？啊，对了，我好像听人说你家属来过，是吗？谁说的？教导员，这是污蔑啊！你一定把这事查清楚，查个水落石出。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！行，别着急啊，没有更好，是吧？不过我今天看你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你肯定有什么心事，跟我说说，也许我能帮你啊。真没有，教导员。哎，你看这对联写的多好，多霸气啊！你看上联“千军万马无敌”，下联“大庭广众无我”，横批“老子天下第一”，太霸气了。是很有气势，也很有霸气。不瞒你说啊，我到侦察大队之前也很自负，总认为自己很了不起。我在步兵营也是训练监的嘛。可是经过这一段时间和清朝武装贩毒集团的战斗，我才发现，龙潭和唐凯，那才是尖子，是军中了不起的人才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军长和政委打来电话表彰我们，说我们这次斩首行动打得非常漂亮。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抓捕毒枭的战斗，而是部分侦察部队向特种兵转型的一次检验，具有战略意义。军长真这么说的？那当然了，军长还说，军委和军区都发来了贺电，祝贺我们取得了十分漂亮的胜利，预祝我们再接再厉，彻底清剿这股武装贩毒集团。教导员，那我大许今天也表个态，我希望在以后的战斗中也能让我上一线，我要立大功。好啊。许卫平说到做到，在剿灭武装贩毒集团残余势力的战斗中，他和所有的侦察兵们一样，勇敢、机智，不怕牺牲，一往无前。在大队长龙潭的指挥下，他们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就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股威胁我国边境安全的武装贩毒集团。侦察大队被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。大哥，总部首长来干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听说是来挑人的。挑人？去总部啊？去哪儿不知道，应该是跟总部有关系吧。起立！总部首长来看望大家。起立！首长，这就是龙潭大队长。首长，坐吧。是。首长，我见过您。您在军区机关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过一面之交，没想到在这儿又见面了。龙潭，久闻大名啊！啊，军事改革群体的领头羊。龙潭，你们在前线的每一步行动，我们军区首长在战区指挥中心全程监听，而且啊，还了解到你们好多鬼道道啊。首先祝贺你们按照预案完成了斩首行动，抓住了毒枭清逃，这是我们侦察兵战斗转型的重要开端，也是个奇迹呀！我发现你们那几个小家伙很有办法，把假事儿干得跟真的一样。首长，您指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个你就先别问了。那个大个子是不是个干事啊？是首长，宣传科宣传干事许卫平。很有军事天才，也很有军事能力的一位小伙子。啊，坐吧。是。首长，您这次来是想挑打篮球的吧？
打篮球啊就不找你了，这弄虚作假哈，我看你还行。不是，首长，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完成任务。我知道，兵者诡道也，啊，对敌人，那就得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真假难辨。感谢首长对我们的认可。许卫平啊，部队很快就要整编了，你个人有什么想法？我坚决服从部队的安排，让我去哪我就去哪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敢上。无论在哪都得干出个样来，绝对不能给077集团军丢人。本来这次抓毒枭我就应该上，可是他们说我目标太大。首长，我最近也一直在考虑，像我这样的干部，虽然说有特长，而且能力还不错，可是在部队，最多也就能干到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，永远也当不上正的。所以，我希望跟您走。哎，不是跟我走，是跟党走。不过你的想法，我可以考虑。首长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也知道，好多单位都观察着我们的行动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来挑我们的人了，这真是大好事儿啊！部队马上就要整编了，像许卫平同志这样特殊的人才，就应该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发挥他的作用。大许也终于可以解脱了。怎么，你们还有什么没解脱的吗？啊，没有，这不是雨点大砸脑袋上了吗？别骄傲得太早了，上级领导还是要认真的考察。副政委，我敢拿我的脑袋担保，首长考察绝对过关。看，这又骄傲了不是？小心啊，有人和你算总账。不是，首长，你别听副政委开玩笑，我哪有什么问题啊？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甘于奉献，勇于担当，这是我们军人的使命。许卫平同志，到。常言道，后生可畏啊。今后无论到哪里工作，只要努力学习，抓住机遇，大胆实干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还真能干出我们这些将军们都办不到的事情。谢首长鼓励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啊！我大曲时来运转了，总部首长一眼就看中了我。你看这样，可能吹了。当着总部首长的面说，在咱们军区啊没发展了，最多就能当个政治部副主任。政治部副主任还没发展，那是将军呐。那怎么了？哦，你以为只有你和唐凯能当将军，我就当不了？我告诉你，等我到了总部，没准这将军比你俩当得早。哎，行了，你别吹牛了，行不行？谁吹牛了？当年我带着你俩到炊事班偷馒头，那好家伙，那神不知鬼不觉呀！又来了，那都是我的智慧。完事儿，你俩说什么？说我这个只有当将军的人才有这样的胆量和智慧，承不承认？我们那不是逗你玩的吗？要不然你也不去啊？对，是不是？你听不出来啊？拉倒吧，唐凯，你当时说这话的时候，那可是真真切切呀！一个手抓一馒头，3、5口没了。你一手握俩馒头，3、5口不也没了吗？哎！我觉得呢，馒头这个事儿吧，固然很精彩，但不能老挂在嘴上。是，老提这事儿，就有点骄傲自满了。你这又错了，人就要骄傲，他不骄傲就容易落后啊。唐凯说的，对吧？我现在一听你吹牛，我就想上厕所，我得上趟厕所啊！你当心这事儿，我给你宣扬出去。哎，你厕所在右边，别又走错了。好。哎，吹牛这事儿可千万别再提了，你知道吗？传出去对我不好，影响不好。那看你表现了。哎，对了，有个事儿我得问你。尽管问。刘可去哪儿了？我咋听说她又怀孕了，躲出去生2胎了？哎，大雪啊，这不开玩笑了，说点正经事儿。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啊。尽管问。刘可去哪儿了？啊？
我可听说他肚子又大了，是不是躲哪生二胎去了？你也听说了吧？听说了呀。不是你俩这怎么可能啊？造谣，绝对造谣！造谣这话不能乱说。我们都是搞情报出身的，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，能问你吗？就是啊，大雪啊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对呀，你看当着我俩的面，你还有啥不能说的？可不。等我到总部，然后我回头我再跟你们说。今天主要是唐凯嘛，唐凯好不容易从军校回来，就为了喝酒，抓紧时间赶紧喝酒。来，到总部再说呀。总部再说，总部。好。行啊，大雪，你小子是孙悟空会72变，摇身一变变成大老板了啊！万变不离其宗，我还是个军人。军人啊！哎呀，我们军人挣2辈子也挣不出这么大的房子。老哥，请。老哥，我这办公室怎么样？好啊，挺有气魄。有气魄的还在后面。喝什么酒？我这儿有的是好酒。酒先不着急，我先问你个事儿。咱们从前线回来，总部要招人，你就到总部了。这一晃7、8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怎么忽然就到了香港当了商人，还做了这么大的生意啊？这里边一定有故事啊！故事肯定是有，但是我今天不能跟你说。跟老哥卖关子啊？不是，我今天真的不能说。大雪啊，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？看老哥说的，我能犯什么错误啊？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在前线和……现在这个也不算是什么错误。你还是犯错误。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不会影响我在部队。那怎么离开部队呢？又怎么当了商人？这总得有个原因吧？对，这肯定是有原因，但是我今天真的不能说。徐卫平啊，香港刚刚回归，我到驻港部队来出差，我的时间是按照分秒计算的。你倒好，把老哥领到这儿来，就给我显摆一下，你当了大老板了，赚大钱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不全是。我这次请你来啊，是有一个天大的事儿要跟你商量。有什么秘密比离开部队还大？比任何秘密都大。拉倒！哎，老哥，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细说。来，哥，坐。你是我大哥，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人，我就给你交个底吧。我要建一支船队。一支船队？对，建一支船队。从去年我就开始筹备了，和平时期搞贸易。战时听从部队调用。我的船队要有10几艘2万吨以上的大船，能运汽车，也能运送坦克，而且一条船要能够运送上百辆坦克。这如果打起仗来，装备就能及时到位。你的想法很有战略意义啊！那当然，你可别小看我的船队，这可是我从小的梦想。小时候看电影，总是我们解放军坐着渔船打敌人的军舰，仗打得很艰苦，也不过瘾。我那时就梦想有一天，坐着我们的大军舰消灭来犯之敌。这样的电影，我小时候也看过。龙台，我们的军队早晚会有航母，最少得有3到4个航母群，这才有能力保护我们祖国的海洋。有航母就要有运输的船队，平时国家不可能养这么多的军用船队，所以我就要搞军民两用的，这也是世界的趋势啊。我的船队全部军事化管理，船员要会打枪，要会格斗，这样才能符合战时的需要，最好都是侦察兵出身。
平时就是即便遇到海盗，也能自己保护自己。我还要筹集资金研发大轮船，像航空母舰那么大。平时一船能运载5000辆汽车，可以叫它运输母舰。到战时，一船就能运1000辆坦克。一旦战争打响，随时可以听从祖国召唤。到战时，祖国让我开到哪儿，我就开到哪儿，保证完成作战保障任务。我认为你这个计划非常宏伟，我听了以后非常振奋。听到我的计划之后，所有的朋友都感到非常振奋，这对于我们国家的那些远洋战略意义深远。大薛啊，说句实话，建一支船队需要很多钱，你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吧？是，我没有这么多钱，但这没关系，有很多人在支持我，答应借钱给我。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商运和军用为一体的大型远洋船队，肯定能成功。兄弟，我泼点冷水。你进入商界没几年，搞一支这么大的远洋船队，风险不能小视啊。我是谁？许卫平，一个永远的军人。别说是什么困难和风险，就算是遇到风暴、特大风暴，我头拱地也要把船队建起来。说得好。哎，那拿酒来吧，就为了我兄弟这个傻劲儿，咱们一人一瓶二锅头，怎么样？好，喝，拿酒来，二锅头。哎呦，你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来了？坐坐坐。哎，小杨，倒杯水。不用了，我专程来看看你。专程来看我，你肯定办其他的事，顺道过来看我。哎，主要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大许的船队很快就要建立起来了，合约都已经签了，20多条船都是大船。这可是大好事啊！咱们是不是应该庆贺一下？你抽空给他打个国际长途，祝贺一下。行，那今天晚上我请客。按照我们和荷兰等国的租船合同，8000万美元的存款证明，这个月必须开出来。啊，还有我们船队的各种营业手续，这个月也必须拿下来。徐总，公司原本的发展计划就有缺口了，现在公司银行存款只有大约3000万港币，要开出8000万美金以上的银行存款证明，这差距还很大。我说过，如果我要有这么多现钱，还要你们这些公司老总干什么吃的？我只提一个要求，就算把现在公司所有的项目搁置，也要给我保证租船这笔钱，把公司能抵押的房产、豪车全部都抵出去，还有我深水湾的豪宅也都出售。就算把你们的工资全垫上，我们也要按时拿出这笔钱，这是政治任务。我明白了，徐总。行，送档案室吧。是。喂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怎么样，你那边？正在进行。顺利吗？目前还算顺利。如果你那边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的话，一定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。好，一定。大雪，希望你的远洋梦能早日实现。不过，建立这么大一个远洋船队，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呢。徐总，徐总，您筹措的钱到现在还没有到账，现在是4点50了，银行下午5点就关门了。今天是延期付款的最后截止日期，如果未能付款，合同就作废了。这就是钱，可是我始终不明白，我们为他做出这么多努力，怎么这就叫白费了吗？啊？
你给我查一下，看看钱有没有到账。喂，怎么样？徐总，还没有。小沈，你最后再给我查一遍。好的，徐总。喂，说话呀！徐总，钱已到账户，5200万美金。好，到了。哎，别！小沈，还有最后1分钟，赶紧汇款。好的，正在办理。怎么样？汇出去没有？啊？问你话呢？喂，小沈，我问你话呢，汇出去没有啊？徐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太紧张了，单子填错了。我这都他妈什么时候了，让你干出这种事儿？赶紧的，没时间了。好了，徐总，最后一笔2000万美金在香港中银大厦已经汇出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汇出去了。睡了。哎呀，累一天了，歇一歇。哎，你说我的这2个伙计有多厉害啊？啊！人家唐侃那可是将军的苗子，大许更厉害，当了远洋船队的大老板。怎么了？大老板，我的战友。那你也不错呀，你都大旅长了，官儿不小了。啊，我还是差点。行吧你？你说我一农村孩子出身，如果要是不当兵，我哪有出路？能当上旅长，我们家祖坟就冒青烟了。你今儿咋这么谦虚啊？好好的吧你啊，你呀，那是个当将军的料。能吗？能吗？我还等着当将军夫人呢。那得看你表现。呀，龙将军，你明天想吃点啥呀？先把酒给将军拿来去。大半夜还喝酒？听你的。唐侃啊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今天我们的船队正式起航了。预计再有40天左右的时间，就可将第1船汽车运至东欧。恭喜啊，太好了这！唐侃，这船一起航就证明首战告捷。我们的船队将在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自由驰骋了。大许，我得提醒你啊，你不要太乐观。你的远洋船队在大洋行驶，除了要经历突如其来的风暴，还要防备各种海盗。索马里有海盗，马六甲海峡也有，很嚣张的。你的船队要有所防备啊！放心吧，唐侃，防备各种危难，我做了不同的方案。我的远洋船队会一往无前的。你有预案还不够，还要掌握各大洋的洋流和天气，了解航船事故多发地段。比如南非好望角和埃及的红海。你在看地图吧？我天天看地图。你以为我这个当干事的不会看地图吧？
我告诉你，调到总部之后，我不但学会了看地图，还了解了很多海运的知识，知道吗？这么说，你大许应该让我刮目相看了。那当然，我告诉你，这搞航运不比打仗简单，每一步都要计算的非常准确。行了行了，别再自吹自擂了。建立一个远洋船队不容易，一定要慎之又慎，一旦出事，那可是大事儿。谢谢你的关心和提醒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说的这些，我早就做了详细的了解和分析，所有的困难可以说全都想到了。你的话说的不要这么满啊！海上不比陆地，要把困难想的再多一点。好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你还要记住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哪怕天大的困难，千万不要后退，不要气馁，不要放弃你的远洋梦想，永远不要放弃。因为你的天行健船队代表一个方向，军民融合的方向。唐凯，你的话我记住了。就在许卫平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，唐看的担心不幸变为现实。许卫平的船队在大西洋遭遇风暴，一条大船沉没，数名船员失踪。许卫平因此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许老板，真的没办法，你要借10万20万的，不用说了，立即拿去。但是多了，实在是没有了。10万20万，我还用得着找你吗？徐总，没办法，不得不打扰您了。银行又催了，这是他们发的短信，您看一下。沈总监您好，求求你早一天把钱还给我们行吧？行长催得紧，你们的借款已经逾期多日，再拖就要动用法律了。徐总，您看您内地的朋友们还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，现在也有很多遇到了困难。你还记得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介绍的上市公司的老总吗？他现在也为这支船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，还到处去跟人发毒誓说，他宁可没认识过许卫平，宁可没听说过天行健船队。徐总，这个我也听说了，我还听说他说宁愿让所有的朋友都不借钱给你。我真没有想到，这件事情居然把所有跟船队有关的朋友都拉进了深渊。大许，我听说财务总监拿自己的钱给咱公司的员工发的工资、交的话费。哎呀，你别让人家给咱垫呐！你那不是还有钱吗？咱全家人的底儿都用在这支船队上了，连孩子在美国的学费还没处找呢。欠孩子们太多了，全都是因为这支船队。大许，要不咱回家吧，回家休息几天。我不回去了，我想静一会儿。徐总啊，我不管你什么目的买这艘船，我们只谈借钱的事。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可抵押的？我看能赚钱的话，我们再谈借钱的事。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押给你，就凭着我许卫平在香港的名声、信誉，还有地位。如果你肯借给我这笔钱的话，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可以帮忙。那不行，我的钱不是这样借的。好，那就不谈了，来喝酒。徐总喝酒这么豪爽，很佩服你的为人。佩服我还不借给我钱？佩服是佩服，借钱是借钱，这是两件事。这么说吧，我北京的那套房产，你能给我多少钱？3500万，1毛的利息。你感觉可以？3天以后把钱给你打过去。可以。房产1年后我原价收回，签个协议吧。1年以后的事那是我说了算。你什么意思啊？
徐总，我就是赚的这个钱，光赚利息我喝西北风了。不行就别谈了。算了算了，来喝酒。不谈了。徐总，徐总，电话有人找你。哦，失陪一下。你看到这个人了吗？他太缺钱了，银行马上就来催命。一旦银行来催命，他的麻烦才多了。头等舱他都做不了，不用多长时间，他还会跟我来借钱。不信你等着。喂，哎，大学，你在哪儿呢？唐凯，我现在已经在棺材里了，就差一根钉子，就可以盖上棺材板了。怎么回事？唐凯，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苦，恐怕这次我真的是过不去了。怎么就过不去了？钱的问题。你们现在谁也体会不到我的内心。我现在想死的心都有。我现在已经深深地被天星舰船队的灵魂给淹住了。就算深陷泥淖，也不能自拔。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千万别想不开啊！我跟龙潭打一个招呼，让他过来，咱们几个聚一下，一起想想办法。另外，我在广州呢，首长也想见你，你过来一下吧啊！不去了。要是不是给我解决钱的问题，我哪都不想去。钱的问题一时可能解决不了，但是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，必须过来。哎呦，大雪，来！哎呀，我的好兄弟啊，来，快坐。哎，你现在是名人了，见你一面真难呐。我算是名人啊，倒霉出名的人吧。这次要不是唐侃给我下最后通牒，我还真是不来了。唐侃呢？他怎么不来啊？他去给你准备菜了，都是你最爱吃的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，我现在就想要钱，没有钱我就活不下去了。谁呀？你活不下去想死啊？我就知道你有这想法，所以在你临死之前，我觉得怎么也得让你吃一顿你最爱吃的。来，上来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我特意到军区部队食堂打的。记不记得咱们3个在部队偷馒头？大雪还弄点豆腐炖一下，吃完以后说这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吃完上路啊！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现在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吃，酒也喝不下。哎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想起咱们在前线，别副参谋长不喝酒，你跟他说过，中国军人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喝酒吗？我看你现在这状态，你也是不想活了。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喝酒吗？来，好，喝就喝。哎，你看这就对了嘛。龙潭唐凯，我不是不想喝酒，我也不是不想活。这些年我为了筹钱，北京的公司卖了，下属的分公司也倒了，有可能我明天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虽然沉没的船保险有一定赔付，但保险公司调查很繁琐，赔付要1年以后。现在公司第一笔借款的期限已经到了，船队出现这么大的事故，别人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，都不肯借钱给我。
我到哪去弄这些钱？我大学就要走投无路，倾家荡产了。我真害怕有一天，银行把我的公司封了，把我的信誉封了，我连飞机、卧铺都坐不了，我哪也去不成。我待在家里就像待在监狱一样。居然还有人传说我让国家给控制起来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我大许就要走投无路，倾家荡产了。我真害怕有一天，银行把我的公司封了，把我的信誉封了，我连飞机、卧铺都坐不了，我哪也去不成。我待在家里就像待在监狱一样。居然还有人传说我让国家给控制起来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大雪啊，说这话的人一定不怀好意，你别听那个。干啥事儿也不是一帆风顺，困难肯定有。只有懦夫在困难面前才会掉眼泪。这真正的强者和困难，那都能成为朋友，对吧？你这么着，我认为啊，你的公司不会被封。第一，银行好意思封你的门吗？你搞船队，那都是为了国家吗？把你的门封了，那与汉奸无异啊！香港同胞不会这么干的。大学啊，你别担心，什么坐火车、坐卧铺的，只要需要证件，我在部队给你开个证明，就说你执行特殊任务，我看谁敢不让做。兄弟啊，有唐侃在，有我在，有你最好的战友在，天大的困难，咱都能扛过去。大学啊，其实道理你都懂，也不用我们讲，对吧？越是在困难的时候，越是考验你的时候，也越是能证明你能力的时候。大许是干大事的人。当年我们在缉毒的时候，你老婆偷到前线的事儿，你都能干得出来，你什么事干不成？对不对？所以，不信咱们打个赌，这道坎儿你一定能迈过去，我坚信。另外呢，很多部队的首长都很关心这件事儿。虽然你的船队是用于商用，首长们仍然很兴奋，因为你许卫平退伍了，还不忘自己的军人使命。这次军区开会，齐副司令是逢人就讲，说许卫平那是个人物，他是个真正的军人，他对部队是有真感情。大许这家伙，他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。你看看他对你的评价，那就说明很多人在支持你，你怕什么？大概，你替我谢谢老首长。虽然我离开这么久，他却一直在帮我，给我温暖，给我力量。我知道你们一直在鼓励我，你们尽管放心，跌倒了爬起来，我继续干，永不掉队，绝不退缩。这个船队不仅是我和天星舰集团的孩子，还有很多朋友为了建立这个军民两用的远洋船队，在默默的奉献，值得我许卫平终生尊敬。他们都是了不起的英雄。这话说得好，大许。英雄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愈挫愈勇，直到成功。凡人遇到困难，知难而退，半途而废。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。谢谢你们，今天就让我们一醉方休，喝！来，喝！服务员，上菜。喂，徐总吗？我是招商银行业务经理，我姓王。王经理，你好。徐总，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们公司，我知道你们最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但是呢，你们做的事有利于国家，而且你们的船队也很有前途，所以我们准备放给你们一笔贷款。王经理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太好了，太
太好了，王经理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的贷款就是及时雨，我们天行健得道多助，遇到贵人了。我们经历了困难，还有挫折，现在都算不了什么。王经理，我现在马上到招商银行跟你见面，银行需要什么材料，我立刻准备。王经理放心，我们远洋船队绝对不会辜负银行的信任和希望。好的，徐总，我们见面谈。好。2003年，龙潭所在的机步旅面临又一次部队的精简整编。与此同时，军区成立了一个精干的小组，检查督促保障基地的现代化建设。唐看担任组长，龙潭担任副组长。龙潭虽然十分不情愿，但军令如山，他只好暂时离开自己的部队。谢谢啊。今天把大家召集到07集团军步兵旅开这个会，交代一下任务。战区根据党中央和总部的战略意图和时间节点，要求我们搞一个和联合作战方案相配合的战略输送计划。军队的大规模输送在以往都是临时有任务临时抓，靠人民战争，靠拥军之前的优良传统。可是现代化战争仅仅靠这些已经远远不够。我们要提前搞好规划设计，把我们战争动员的优势潜能更好地发挥出来。你们相互之间应该都熟悉了吧？太熟悉了，特别是跟着唐侃处长一块写大材料，唐处长主笔，我们提建议，一辩成功。首长那儿绝对能过。我没那么神。别谦虚了，你就当我们领导了，还能不神吗？我再给大家提个醒。我们这个任务很光荣，也很艰巨。如何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立体交通的优势，完成这么大规模的部队输送，这对我们战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和考验。大家不要以为牵头的只是一个处长，连个副部长都没有，战区就不重视。实际上，司令员和政委专门做了批示。唐看这个处长，大家也都有所耳闻，这些年总部和军区重要作战规划的制定、重大演习，他都是重要角色。秦司令员和张政委多次提出表扬，这样的战略性人才，我们战区很难得呀。大家一定要在唐侃同志的带领之下，高标准、高水准、出色地完成任务。特别是某些同志，特别是龙潭同志，不要以为你是他的老领导就不服气。首长，我对上级机关一向非常尊重。别说他是处长，他就是个参谋，即便是瞎参谋，我该服从也得服从。你这个小鬼头啊，揪我辫子啊！首长，这可是您提起来的啊！您以前老是鞭策我们，讲你的教训。咱们首长当营长的时候搞战术，军区下来一个参谋，瞎指挥，首长就说，军区下来的瞎参谋，睁着眼睛都说瞎话。结果让那个瞎参谋告到军区，好多年没提起来。哎，这军区的不止我一个人，你这打击面有点大呀！啊？哎呦，没那意思啊，各位处长，我今天言多必失啊，多言了。不是言多必失，你是心不在焉。我怎么会心不在焉？你还不是吗？好了好了，唐侃和军区的同志也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建议。龙潭，你和小樊处长担任副组长，全力配合唐侃的工作。同志们，抓紧时间实地勘察机场、港口、高速公路交通要道和兵要地质，摸清底数，完成规划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找个地方停下车吧。晃的头有点晕。来，停着。
开着车还能看东西。哎，你跟后面说一声不用下车，透口气儿，马上走。啊？怎么了，首长？有点晕了。你是首长，我就是负责伺候你的，这不在车上抽空看点资料吗？也不满意啊？我算啥首长啊？你是组长，我归你领导啊。哎，你这个同志怎么满腹牢骚呢？我什么时候满腹牢骚？哎，薛明啊，龙旅长啊，有件事儿我们要沟通一下。那个精简的事儿打听怎么样了？啊？哎呀，你让新来的副政委去，他是军区派下来的，他肯定有门路。我们这里最大的官就是唐侃，我们又在外边，上哪儿打听去啊？我说，你没事老给你们旅长打什么电话？当务选址，你们这责任负得起吗？再说联系工作能用手机吗？这得原则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是我。好，不说了啊。这组长生气了，他真给你小鞋穿啊。好了，首长，透完气儿没？没有。那继续。走了。怎么样，旅长能回来吗？有唐侃在，他回不来。那可怎么办呢？旅长要是不回来，咱们旅非被拆掉不可呀。没那么悲观，办法还有。什么办法？靠我们自己。不，我们这点能量啊，靠不住。还是得想办法把龙旅长给弄回来才行啊。怎么弄回来？你给我个办法。还有你，在龙旅长回来之前，我们必须咬紧牙关，使出九牛二虎之力，也要把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留在解放军系列中。唐处，刚才你在车上看到了，这段高速公路建得不错。唐侃，项目考察的怎么样了？什么项目？哎，齐副司令员不是说你们正在考察军工项目吗？你可得提前告诉我，我好加入啊。我说你能不能把目标放得远一点？你这样才能挣大钱嘛，对吧？哎，你等等啊，让大雪啊，你别听他忽悠你啊！那个弟妹咋样啊？狗崽子和兔崽子们都好吧？挺好的。哎，你嗓子怎么哑了？啊，嗓子没事儿，我这不让他给气的吗？哈哈，你也该吃点苦了。谢谢你的惦记，犬子呢，现在已经获篮球的奖学金了。狗崽子、兔崽子们也都不用我负担了，不用花1分钱。总裁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的威望很高啊，现在有很多民间人士都来找我了，说有很多的军工项目要研发，很需要军队的支持啊。什么项目？哎，总裁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个最新概念的突击战车，那简直就是革命性的。哎，它的那个既可以轮式行走，也可以履带式行走。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我感兴趣。高手在民间呐。他们还有一个是叫什么95式的步枪，卸弹夹的时候可以连续的再往里装弹。哎，我说，你不会弄一群军事发烧友吧？
靠谱吗？人家都已经申请专利了。哎，你抽空的时候给我寄几个954的弹夹过来呗。弹夹？那现有装备不能给你寄，那不犯错误吗？你不是老干这个吗？哎，我现在归他领导，我跟他商量一下啊。商量个屁！快点！怎么着？整一群军事发烧友，非要整什么95步枪不卸弹夹装子弹这小发明？你说他挺大个老板，净干这些发明小组的事儿。再说了，让我给他寄弹夹，这犯错误的事儿，我能干吗？犯什么错？你给他寄了不就完了吗？呀，你说的轻松，你是负责人，你给他寄，好吧？行，这错误我来犯，我给他寄。你谁？哎呀，我们在工作，同志，一天接8个电话，怎么工作呀？总部。许秘书，我谈谈。啊，我们现在正在搞这个直升机场的看。一爱湖，我知道，不是那个苏度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首长汇报，好吧？好。人还没到，消息已经到了，说什么让我们多听取地方首长的意见，什么意思？我早就料到了，这里啊肯定会出问题。早点放我回去，啥事儿没有了。队长，惦记着回家当领导呢。哎，政委，哎呦，老王回来了。哎，坐。好，来，老王，喝口热水，暖和。怎么样？事情跑得怎么样了？该找的我都找了，可人家说，军区说了不算，要找军委。军区说了不算，那军区总得有个意见吧？军委也得征求军区的意见，对不对？这样，老王，你主持几天工作，我去趟军区。哎，政委，你别去了，去了也没用。什么叫没用啊？哎，老王啊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？现在呀，是消息满天飞，很多部队的1、2把手都在找，都希望把自己的部队能够保留下来。可是精简整编是军委的命令，谁也挡不住。我们现在能做的是未雨绸缪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政委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一旦我们部队被精简掉，你、我、副旅长还有很多干部都要转业，我们应该早做打算。政委，营连干部都还好说，人家年轻啊，不管到哪儿去都可以从头再来。可是我们团以上的干部就不行了，毕竟年龄摆在这里，如果再不进一个好单位，那下半辈子可就……老王，你在军区干了这么多年，应该和当地政府部门有点关系吧？不瞒你说，我确实有些关系，而且现在都还在职。啊，好，那就好，这事儿啊，就交给你了。记住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龙旅长。明白了，你放心，这种事情我有经验。还有啊，我们旅的干部，我是说团以上的干部，都得照顾到。这个我知道，放心。哎，请进。刘处长，你好，你好啊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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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哎，这是有点小意思啊。王大帅，不，王副政委，你这太客气了。是啊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
那谢谢了啊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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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。王政委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您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人事局的处长，你说我找你能有什么事情？这次谁转业？不会是你吧？真叫你说准了，这次就是我。哟，你这是军区有名的笔杆子，怎么也得干到军级啊？怎么就让你走了呢？精简整编，我们部队要撤销。哎呀，什么笔杆子不笔杆子都得找。哦，我说呢，王政委，放心，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像你这种大才子，有名的笔杆子，地方很需要。那就谢谢你了。事成之后，定有重谢。先别说谢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您这种大才子，地方真的很需要。刘处长啊，还有2个人你必须帮忙安排一下。哟，什么人？你亲戚？我战友，我们旅的政委，也许还有旅长，都是副师。哟，2个副师级干部，还都是基层部队的。对，不大好办。不好办也要办，他们俩都是我顶头上司。如果说他们安排不好，我这副政委就不称职。王政委，你也知道，这个副师级军转干部职务安排是有要求的。现在好的单位吧，人满为患；进厂矿企业吧，你们又不满意，而且又是基层部队搞训练的，跟地方专业不对口啊。他不像你大才子，能写材料，所以转业安置真的有点难。我说刘处长啊，要是不难的话，我来找你干什么呀？帮帮忙啊！一定要想想办法，否则的话，我真不好交代了。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说，你找一下严副省长，他跟管军转的副书记关系不一般，他要能说句话，你这俩副师级领导不光能进好单位，职务上还能让你们满意。刘处长，你说的轻巧，我去找严副省长，可人家认识我吗？即使要找，也应该由你刘处长出面才行。你看，我说让你找他，这是有原因的。严副省长就主管国防动员和战备交通，跟你们部队常来常往啊。前2天我还听说，为了一个军用直升机基地，还求着你们部队呢。你找他，8成他能办这事儿。我觉得很有阵势，10几架直升飞机同时升空，效果非常好。感谢唐组长给我们提供展示的机会，我们能做好多高难度的动作，是吧？上级为了安全，他不让做。是不错呀，10几架飞机飞得4平8稳的。这步兵兄弟都说，这不像打仗，哎，像是散步。龙队长，以后等着看吧。就是上级限制，我们也会全部给你树梢折断攻击，保证刮掉步兵帽子。拉倒吧，还刮帽子呢？你这，哎呀，哟，这龙队长嗓子怎么了？缺酒，缺觉。没问题，晚上就吃空心灶，搞点2锅头。哎，这绝对不行啊！这个不行，周末可以啊。你先进去布置一下，我有几句话跟他说。哎，你怎么总是牢骚满腹的？你什么态度？我这一大堆事儿呢，你叫我来上这儿干嘛？机长选址，这不是大事啊！不是，你别废话了。像话！你当个小破组长，你大起抱负。好，开始吧。好，各位领导，对照卫星图片和规划基本图片，从右侧朱梁桥村向东3-5公里，就是这个地点。这可以真正称之为给中国陆军部队插上翅膀的工程。这个机场建成之后，配合国产大型直升机的运送能力，把中国王牌部队迅速地投送到热点地区，并形成机动突击的作战能力。未来海军装备大型2栖突击舰，
搭载我们这种直升机型，能更好的应对岛礁突击风险，死神从天而降，垂直包围。什么叫战斗力的倍增器？这个就是。好啊，插翅膀好啊，可别让人插了棍子。哟，旅长，领导们都知道有人要插棍子啊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路上的时候呢，总部首长的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我们这个机场选址的位置跟苏东坡的遗爱湖遗址太近，那不是个旅游区吗？不适合建机场。那这距离我们这个位置到底有多远？啊，在湖北黄石，离这儿至少有200多公里。200公里？嗯，这简直是胡闹嘛！这在欧洲好几个国家都过去了。就是啊，这只是部队设施的一个选址，又不是建商场，他非要把这个东西搬到他老家县城附近。有点权利，就想让祖坟冒烟，什么东西他都往老家搬。你说的这个某些领导是谁呀？处长，你真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省里的严副省长，但我们听说还有部队的大官。不管他多大的官儿，也不能影响我们的战备建设呀，对吧？地方听说战区考察组要来，刘市长已经打电话通知我们了。严副省长抽时间要亲自来听汇报。处长，一直拖延机场选址的就是这个严副省长，他老家是紫阳的，在那儿当过县委书记，后来又到市里当公安局长、市长。以前在市里的时候派头就挺大，听说他把一块地给了一个房地产老板，这个老板给了他200万好处费。后来这块地盖楼赚了钱，他又想要200万，这个老板不给，他就让法院以串标的罪名把老板抓了。这就是个坏蛋嘛！啊，该抓。老严这个人很有背景啊，就这样，听说还要往上上呢。对于机场的选址，集团军、军区、总部、地方党委和政府都经过充分的考察、论证、协商。省委郭书记是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的第一主任，多次给老严打电话，老严就是拖着不签字，因为他是省里分管的领导，他非要换地方。别的不说，我们的部队驻址在高阳，机场建到紫阳去，飞行员每天跑到那儿去训练，别说打仗，平时心就不安。同志们，我们这是高阳机场，建紫阳那不成了紫阳机场了吗？这不胡闹吗？这不是？这位严副省长分管国防动员战备交通，我们呢，跟他不少打交道。每次重大的行动的保障支持还是很到位，但是这架子确实不小，据说很有来头。这帮人哪像是党的领导干部啊，直接就是土财主。他就不明白，由于直升机场的存在，附近的建筑物必须得限高，还有噪音、加油、战备都严重扰乱着居民的生活。我刚才说了啊，不管是谁，不管他官儿有多大，他只要敢捣乱，影响我们的战备，我们就一级级的往上报，直指中央。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，不管不行啊。对，必须管。天真。老王辛苦了，喝水。辛苦命不苦啊！老王，快说说事情跑得怎么样了？进展很大，大有希望。是吗？说详细点，希望到什么程度？咱们旅长是不是和严副省长在一起？是啊，昨天通电话了，龙旅长说严副省长要接见他们。这就有门啦！卖什么关子？快说！那就有门啊，老王！你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，我怎么没听明白呀？政委啊，你别急啊，我仔细说给你听，你就明白了。好好好，快说快说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各位领导都来了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位是我们市委的杨副秘书长，这2位是接待办的同志。欢迎唐处长一行考察组的领导们。啊，大家请坐，请坐。严副省长，严副省长一会儿就到，大家先请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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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。哦，对了，请各位军区领导欣赏一下严副省长亲自作词的《大元之歌》。对，很好听。不，我们是来汇报工作的，听什么歌？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看一下材料。哎，这首歌的文学价值极高，严副省长亲自打电话交代过，一定要请军区的各位领导们欣赏一下。对，我去放。我们不听。我上个厕所啊。那就先不放了吧。王处长，怎么样？上面有什么新情况没有？你的电话打不通啊。我不便接电话，你给我发短信啊。好，有情况我及时通知你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没掉厕所呀？在哪儿都是等。严副省长到哪儿了？啊，唐处长应该快了，快到了。有40分钟了吧？45分钟了。你就不能催一下严副省长吗？哎呀，唐处长，您稍安勿躁。严副省长特别讨厌别人打电话催他。哦，是这样。恰巧我这个人也特别讨厌等人。准备车。是。哎，唐处长，您别走啊！严副省长能来是个机会，说不定他一高兴，这事儿就拍板定了。是啊。是不是我们等他也会让他很开心啊？机场选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我们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向副省长汇报工作。副省长没来，如果他没有时间没关系，下一次，好吧？哎，唐处长，您别走啊，唐处长。哎，我说，你真不给老严留面子啊？留什么面子？走，唐处。问题是我们还要求严副省长帮忙呢。他会来找我的。他是组长，听他的吧。严副省长，哦，来，里面请。好。省长，今年电视台到咱们高阳举办中秋晚会，多亏领导的支持。听说明星要唱领导的歌，领导可不要拦啊。我呢，跟这个李副部长只是认识而已。我告诉你啊，晚会上绝对不能唱我的歌，谁要安排，我追究谁的责任啊。你也太不民主了吧！你得尊重民意啊，大家都喜欢听你的歌。刘市长人走了，这什么处长？怎么脾气这么大？为什么不留住他？哎呀，我拦了，可怎么拦都拦不下。省长没留住，人走了。哎，
不是要安排听听歌吗？这个唐处长别看是军区机关下来的，可说话武得很，他不听歌。啊。这一说开会就来电话，薛明政委，什么事他自己不能决定啊？急事儿呗。哎，老薛，你说我这正要开会呢。啊，龙旅长啊，我听别人说你要提前离开咱们旅了。你听谁说的呀？我现在这不是正执行军区任务呢吗？完事儿我就回去。哼，等你回来呀，说不定咱们旅就不存在了。哎，我说的可是真的啊，你可得抓点紧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现在我归唐组长领导，人家新官上任，我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。你说吧，咱们旅现在什么情况？哎，旅长，你嗓子怎么了？又上火了？你废话，他不让我走，我能不上火吗？啊，哎，现在是这样啊，虽然我和副政委、副旅长费了9牛2虎之力，但是我们旅恐怕是保不住了。前2天，975团的团长和政委来看咱们营房了，说咱们的营房和训练设施搞得真不错，就连装甲营的新车库，他们也一块要抢走。田副旅长带着作战训练科的，差点揍他们。你这样，你设个局，把975团长、政委都喝死。哎呦，那这事儿啊，还得等你回来不行。你等我回去收拾他们。哎呀，我说龙旅长啊，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啊？自己的事儿不回来不上心，还帮助别人搞什么战略计划？你看我，你心可真大。你这样吧，我们负责人在这儿，你让他跟你说啊，让他给你透露点核心机密。哎，薛政委，唐侃啊，啊不，唐处长。哎，行了，行，你别跟我演了，别在这演可怜。你这旅长在我这儿演咳嗽，绝对没有，我绝对没有这意思啊！现在他们把我和龙旅长都快逼疯了。你不就逼着我让他回去吗？我同意，他可以回去，现在就可以走，可以走。哎呀，没有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我可不敢随便让龙旅长回来呀。不过唐处长，我个人认为啊，龙旅长说的话总有他的道理，对吧？您也知道咱这个军队，一个部队的命运往往跟部队的主观密切相连，对不对？主观强，部队强，一种部队也能干甲种部队的活，打胜仗、打大仗、办大事儿，对吧？我们龙旅长呢，最擅长的就是创造奇迹，是不是？这次你们俩又搞在一起了，那我就更放心了，更相信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别在这吹了，行吗？你把他吹那么高，摔下来得多疼啊！他走不了，我跟老薛啊，我觉得你这不是吹，我真认为我自己就是个奇迹，而且一个奇迹接一个奇迹。你等着我回去。兄弟们，你们龙旅长代表你们步兵旅参加军区的战备规划任务，你一天打8个电话，像话吗？影响工作这个责任谁负？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！你们龙旅长这次任务完成的漂亮不漂亮，直接影响到你们步兵旅的未来。